Hello， 大家好，我是静。今天的影片，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两则最近2天新马两地的2个重大的新闻，和中共国人的作奸犯科以及诈骗相关的。那这个新闻呢，其实已经有4、5天时间了。那我因为一直深陷和中共国难的这个搏斗的泥潭当中啊，一直在降妖除魔，所以说呢，就把这2则新闻给耽误了。那我觉得呢，这2则新闻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新马两地的比较上年纪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看完这一期影片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新加坡的这一例诈骗的这个新闻啊。那众所周知啊，过去的几年当中，新加坡俨然已经成了中共国电诈集团的重点对象。单在去年2024年这1年时间内啊，据新加坡的官方数据显示啊，新加坡人被电诈集团骗取的金额就高达11亿1240万新元，11亿啊，就是这1年时间内啊，那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就要乘以5.3、5.4这样子啊，就差不多就是50、60亿人民币啊，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数目啊。那这个数目呢，还在每年递增当中，因为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就是新马两地的人啊，相对于中共国的人，他们的对人性和这些险恶的东西认知是非常浅薄的，他们是非常的淳朴单纯的，就是非常容易受到这些网络诈骗的诱骗，掉进他们的陷阱当中。那下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刚刚发生的，有一名新加坡人76岁的新加坡老安科，他在 TikTok 上面 TikTok 啊，大家请注意啊，所以说我强调一下，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不要使用这些中共国的社交媒体，因为上面几乎全部都是诈骗分子、电诈集团的根据地啊。那这个老安科呢，他在 TikTok 上面认识了一个年轻貌美的 Miss Lee 李小姐，然后呢，他就和李小姐相互添加了联系方式啊。那我的猜测就是呢，有非常大的几率，那这一名76岁的老安科呢，可能是一个新加坡的中华骄傲，因为他的中文是非常好。那据新加坡的官方媒体报道呢，他和这个 Miss Lee 呢是在社交媒体上通过中文去交流的啊，那就说明呢，他这个老安科不是受的是英文教育，他是受华文教育的，所以说他的中文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他才会轻易的掉入到这些中共国人的电诈集团的陷阱当中啊。然后呢，他就和这个所谓的 Miss Lee 啊，然后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就各种的聊天之后呢，这个 Miss Lee 就向他透露说啊，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赚钱方式，我要教你投资，然后诸如此类的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老套的一个教人投资的一个诈骗的伎俩，它就是引诱这个76岁的老安科去下载了一个专门的电子钱包和其他的软件，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引诱他把他的钱转入到这个电子钱包当中去进行投资啊。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听到这里已经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老套的诈骗手法，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新加坡人不断的上当受骗？那我的猜测就是呢，其实和色有关的。那这个老安科呢，我觉得8、9不离10，他应该是起了色心的。那据新加坡的媒体所发布的照片显示呢，这个所谓的 Miss Lee 呢，是一个年轻貌美的一个女性啊，就是她发给这个老安科的照片是一个非常年轻貌美性感的一个年轻女性。那这个老安科呢，看到这种美女之后呢，就即刻的就失去了这个大脑的思考能力啊，就完全不用上面的这个大脑去思考了啊。然后呢，就相信了这个 Miss Lee 的建议啊，然后就把他的现金，就是他的退休金啊，全部都转到了他所谓的投资的电子钱包当中。那总额
额呢是55000人民币。那其中的1万新币呢，是他借的银行的贷款去投资的，也就是说他自己只有45000，然后他还借了1万块钱，凑了55000，把这个钱呢就全部转到了这个 Miss Lee 所建议的这个投资的电子钱包当中。那不出意外啊，他一转进去，这个钱就没有办法取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老昂科一开始还不愿意接受他已经被诈骗的一个现实啊，他还继续的在社交媒体上去发信息，和这个 Miss Lee 去沟通，说，哎呀，你不要骗我呀，你骗我会怎么样，会遭到报应的，还试图去打感情牌，希望这个诈骗分子能有所感化，能良心发现，把这个钱还给他啊！直到事发很久之后，他实在是瞒不住了，因为他把他全部的现金都投资进去了，还借了1万新币的贷款，然后他的太太和他的孩子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才去报警。报了警之后呢，这个76岁的老昂科还是不死心呢，还觉得这个 Miss Lee 可能还会把钱还给他啊，就是说已经是确定了他就是一个诈骗分子了，但是呢，这个新加坡的老昂科还是不死心，还在每天苦苦的等待说他兴许会良心发现，会把这个钱还给我啊。那整个事件的经过呢，大概就是这样啊。那这个案件当中呢，有2个重点。那我个人的揣测就是呢，这一名76岁的新加坡华裔老昂科有非常大的几率，他是一个特别喜欢中国人，特别喜欢中国，对中国有非常好的这个印象的一个新加坡华裔啊，那就说明他是一个中华交的几率是非常之大啊。然后就是呢，他的中文是非常好，他用中文和这个诈骗分子去沟通的啊。那说明呢，如果说但凡他的中文没有那么好，他是说英文的，他可能都可以逃过这一劫啊。然后其次就是呢，非常的明显，这个老昂科呢是动了色心的，就是掉进了这个美人计当中啊。然后呢，他看到这个 Miss Lee 非常的年轻貌美嘛，然后可能他们在私下的对话当中有一些打情骂俏，亦或是对这个老昂科进行了一些语言上的哄骗和勾引啊，才会让这个老昂科这么快的就相信他所谓的投资，自己钱不够，还专门去借了1万块新币的贷款去投资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荒谬啊。那通过这个案件呢，我的总结就是呢，只要你不贪小便宜，不好色，其实你就可以避免99.99%的诈骗分子了，特别是中共国的诈骗手段啊。那我这边呢，我真的要提醒一下新加坡的所有的观众啊，就是当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任何的投资的呀，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还有各种网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因为现在在整个社交媒体上真的是乌烟瘴气的，特别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共电诈分子的重点关注对象了。因为新加坡币非常的值钱，然后再加上很多的新加坡华裔是钱多人又傻，所以说呢，就吸引了大量的电诈分子，就把他们变成了重点的关注对象，专门去诈骗这一群懂得中文的新加坡华裔啊。所以说大家务必要小心，不要异想天开，不要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有一个年轻貌美的美女自动投怀送抱，还要教你如何去赚钱。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这样的好事，不要去想着这种事情啊。如果说你但凡是动了这种色心色字头上一把刀那说实话，我看到这个老昂科的新闻的时候呢，我还是蛮同情他的。可是呢，我转而一想，我也觉得他花了这55000新币去买一个教训，其实何尝也不是一个好事呢？就当做消财免灾了，至少他自己身体和他本人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那这个是最
重要的啊。那所以说呢，我真的希望每一个看我影片的观众，特别是新马两地的，一定要谨记，不要相信网络上的任何人，不要相信全部都是诈骗。那下面呢，我再和大家来分享一则在马来西亚发生的，也是和中共国的作奸犯科相关的啊。那这一次呢，是有3名中共国的女子，年纪从18岁到47岁不等，在马来西亚的酒店试图去使用87张100面值的令吉假钞票去支付酒店的费用啊。那87张，那就相当于8700块令吉啊。然后呢，就很快被酒店给识破了，他们也是被抓捕了。抓捕之后呢，从他身上搜出了假钞和2个 LV 包包，还有其他的东西啊。那这3名女子呢，我怀疑她们绝对不是仅这3个人而已啊，她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巨大的作案团伙。这3名女子之所以会被派出来去当前线人员，是因为她们是女性，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年轻，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样子，是容易去蒙骗他人的。而且呢，即使是东窗事发了，她们3个是女性嘛她也可以利用她女性的身份去博取同情，或者去装无辜装傻，说她不知道这个是假钞啊。那据我对中共国诈骗集团的了解，一定是这样的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巨大的团伙作案的啊。大家可以往深层去想一下，马来西亚和中共国刚刚开放免签才1年多啊，短短的1年多时间内，这些诈骗分子他们已经在中共国制造出来了马币的假钞。马币啊，在新加坡我生活这10几年，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的假钞。我到马来西亚去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假钞啊，只有中共国人来了之后，你看假钞都已经出现了啊。这些假钞我觉得不可能是在马来西亚本地生产出来的，它一定是在中共国生产出来，它是有一个巨大的产业链的，然后被这些中共国的人带到马来西亚去使用的。这一个假钞的案例绝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啊。那我个人的猜想就是呢，可能现在在马来西亚已经有大量的假钞在市面上流通了，只是大家还没有发现，因为之前可能大家没有接触过假钞，所以说无法识别，那也不得而知啊。那因此呢，我在这里真的想强烈的建议一下新马两地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你的信用卡和银行卡绑定在你的手机上的电子支付的钱包里面。如果说可以使用电子支付，就使用电子支付，这样的方式呢，可以最大程度上去避免收到假钞或者接触到中共国人所带来的假钞的诈骗啊。那以上是我对新马两地的观众朋友的一些建议啊。那再来就是呢，我真的希望新马两地的这些单纯的华裔朋友可以多看一下我的节目，其实可以帮助你们防骗防止被中共国人诈骗。那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